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过于依赖自己的另外一半，又或者是好朋友？你可能常常被人家说你怎么这么黏，又或者是你怎么可以这么依赖别人呢？也许你可能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但也许你已经患得了共依附的这个部分哦。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这个共依附的一个症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家教临床心理师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所谓的共依附。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是有界限的，但是如果那个界限变得太模糊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把别人的事情完全当作自己的，整个是融合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变成了过度依赖，又或者是所谓的 enabler， 就是我们把对方的一切都当成自己的，而且不断的去纵容对方。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讨论几个你可能有共依附现象的一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你不断需要对方给你一些安慰和再保证，就是 reassurance。例如说，你的另外一半不断的告诉你他们很爱你，又或者是你的朋友不断的告诉你他们很在意你，而且你会常常问他们，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又或者是你爱不爱我呢？我们常常会用这样子的问题来去确保自己是够安全的，或者是在这一段关系里头是有保障的。因为你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可能随时都会离开你，又或者是你会觉得因为自己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不断要确保对方是不是够在意，不会离开你的这个部分。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我们共依附关系里头常见的，就是你觉得你必须要为对方解决问题。当对方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你的责任；当对方难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要确保他的情绪是好的。当对方生气、难过、失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应该要去照顾他。那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很多有共依附的人，也许在成长过程当中，父母可能让他们觉得他们的情绪被忽略了，而父母，尤其是有自恋型人格的父母呢，他们比较注重的是自己的情绪，所以相对的，孩子们就会觉得我的情绪不重要，妈妈的情绪比较重要，或者是爸爸的情绪比较重要，又或者是我的另外一半，他的问题比较严重，比较重要，所以我不能跟他们抢，我不能还要求他们来去关注我的心情，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照顾别人，甚至在长大之后，我们会不断的潜意识当中去寻找有问题的人，例如说有酗酒问题的人，又或者是有吸毒上瘾的人，又或者是有赌博上瘾的人，这些都会让我们有一种圣母情节，想要去解救他，又或者是一种英雄情节，觉得我应该要去帮他解救他目前的困境。那这些呢，其实就很有可能显现你有可能有一个共依附的一个现象。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是因为当你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因为他需要你来照顾他。如果一个常常在酗酒的人，他连就是喝完酒，他连帮自己换衣服啊、洗澡啊都没有办法，你就会很细心的照顾对方，而这样你就会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而被需要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所以你必须要在这样子的关系里头才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第三个呢，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不，在面对别人跟你的要求的时候，你很难说不，很难划界限，因为在你的心里头，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我说了不，又或者是如果我画下了界限，对方就会离开我了，又或者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就会变远了，我们的关系就会不好了。在你心中，关系是非常的薄弱的，关系的建立是不够的，任何一件小小的事情都有可能会破坏你们的关系，所以你会为了避免任何的争执或者是冲突而去说好，去答应一些事情，甚至是你不想做的事情，又或者是让对方去决定你的生活，去控制你的生活，因为
你太害怕说不，也太害怕失去了。第四个跟第三点很像，就是你会为了对方而去做一些违背本意的事情。例如说呢，对方可能会希望跟你做一些事情，即使这些事你不会想要做。例如你的另外一半可能说，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出去 party， 可是你明明就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为了要让你的另外一半开心，为了要让你的另外一半不会觉得他想要把你丢下，所以你决定说好。常常为了维持一段关系而去做一些你自己不想做，又或者是违背你自己本意的事情，那这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到最后你会分不清楚到底是他想要还是我想要。那第五点呢，也是很类似的，就是你过度于关心对方的感受，所以以至于呢，当对方在难过的时候，你也会很难过，你甚至还会哭，或者是对方很生气的时候，你也会非常的生气。你会为了这件事情痛恨那个人，然后责骂那个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会感同身受。这跟有同理心不太一样。同理心是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我能够了解你之所以会这么愤怒，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我能够懂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情绪，这样子的反应。但是我不需要跟你同步的情绪。可是在有共依附的人身上，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会跟你有一样的情绪。当你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他也会跟你一样很喜欢这个人。当你讨厌这个人的时候，他会跟你一样一起痛恨这个人。然后没有太多自己的情绪感受，没有太多自己的需求，都是以对方为主。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一种依赖，过度于依赖的一个现象。很多时候会因为过于爱对方，过于重视对方，又或者是过于需要被需要的那个部分，以至于你们之间的界限会没有。举例来说，我在临床上还蛮常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呢，例如说女生可能在事业上面比较强，那男生呢可能没有特别的想法，有自己的梦想，但是没有真的实现，或者是没有真的去做些什么来去追求他的梦想，以至于变成是女生可能出门都要付钱，或者是都要买东西给他，甚至要做些什么呢，可能都是必须要他来主动来提。那对方呢，如果需要什么的话，他会觉得是他的责任，他必须要去帮他解决，去提供他的需求。那其实是因为女生她本身没有什么自信，然后缺乏安全感，觉得他必须要这么做。甚至当我们去讨论到说，也许要试着划下界限，并且让对方可以适时的承担他自己的责任的时候，这个有共依附现象的人是会担心害怕，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是会毁灭他们的关系，会让他们走不下去，甚至会觉得这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他们会对于做这样子的事情非常的犹豫不决，甚至非常的难过。那大部分的时间他们是不太想要的，除非他们觉得真的需要有所改变的时候，他们才会试着朝这样子的方向去努力。这就是所谓的共依附。为什么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共依附呢？其实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在身边的人是有一些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自恋型人格，或者是边缘型人格，又或者是强迫性人格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们比较容易会 attract 到的都是像这样子有共依附的人，因为像这样子的人通常都是比较低自尊，那他们会习惯的让对方这样子批评他们，让对方这样嫌弃他们，可是他们都还是会觉得 OK 没关系的，我还是会愿意对你好。那这是在共依附上面比较常看到。又或者是呢，另外一种就是有酗酒，就是有一些我刚才说了，当对方本身是很有问题的人，他们也会吸引到这样子有共依附的人。那所以比如像酗酒啦、赌博啦，或者是吸毒的人，很容易会吸引到像这样子的人，他们就是会不断的牺牲自己，然后去照顾对方，但是自己又觉得很累，可是又很害怕离开。OK， 好，今天就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部分哦。不知道你觉得这样子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吗？或者是你觉得你身边的人可能有共依附的倾向呢？如果有的话，麻烦把它分享转贴出去哦。那我们下一次见了。